各位老铁，那个自带话题永远在风口浪尖的贾跃亭，他好像又带着他的 PPT， 哦不，是带着他的新车回来了，而且这次的阵仗简直让人惊掉下巴，一出手就引来了4家国内顶级的汽车大厂商赶着要给他当打工人。这剧本连好莱坞的编剧都不敢这么写吧？难道说贾老板这次真的要上演一出下周回国的续集，而且还是王者归来的版本？这事儿听着玄乎，但它真实发生了。主角不再是那个被我们调侃了无数遍，只活在发布会和新闻稿里的 FF91， 那台车就像一个传说中的屠龙宝刀，只闻其声不见其影，造了7、8年，交付量2只手都数得过来，简直成了汽车界的行为艺术。这次贾老板学聪明了，带来了一个新品牌叫 Faraday X， 孵化出的第一台车叫 FX Super One， 这名字一听就挺唬人，超级1号，听着就霸气。关键是这台车不再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超跑造型，而是一台看起来接地气多了的中大型智能 MPV。 咱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台移动的陆地头等舱。你瞅瞅它的定位， AI 电动车，可选4座、6座、7座，价格呢，卡在8万美元以内，这不就是明摆着要跟理想 Mega 掰手腕吗？理想 Mega 卖的怎么样，大家有目共睹，说明这个市场大有可为。贾老板这次就像一个苦读兵法的将军，终于找到了战场的突破口。他不再去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100公里加速2秒钟，也不再吹嘘什么能思考的神经网络，而是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了刀刃上。他开始研究咱们中国的中产家庭到底需要什么，企业接待又看重什么。所以你看这台 FX Super One， 前脸那个巨大无比的屏幕格栅，还有副驾驶前面那块贯穿式的大屏幕，这些设计与其说是为了科技，不如说是为了话题，为了传播。这就像一个高明的棋手，人还没到，棋子的气势已经铺满了整个棋盘。贾跃亭人还没回国呢，他的流量就已经像潮水一样涌回来了。更有意思的是代工这件事。什么叫代工？说白了，就是贾跃亭现在只负责出点子、出设计、讲故事，而真正撸起袖子干活，把车从图纸变成现实的，是国内那些经验丰富的大厂。这就像你有一个绝妙的奶茶配方，但你没有店面和设备，于是你找到了像喜茶、奈雪这样的巨头，让他们用你的配方贴你的牌子来生产，你付给他们加工费。贾老板现在干的就是这事儿。据传已经有4家头部车企签了协议，虽然没点名，但大家猜来猜去，无非就是吉利、江淮、长城、赛力斯这几位有实力、有产线的实力派选手。其中刚跟蔚来和平分手的江淮汽车，那简直是 C 位出道，呼声最高。消息一出来，股票直接坐上火箭，封死在涨停板上。这说明什么？说明资本市场这帮人精，他们比谁都看得明白。他们觉得贾老板这波操作有戏。当然，咱们也得冷静下来想一想，这些大厂真的就那么傻，心甘情愿的为贾跃亭的梦想买单吗？我觉得不全是，他们看重的可能并不是贾跃亭这个人，而是他背后那个虽然饱受争议，但始终拥有全球关注度的品牌故事，以及 FF 这个在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的壳资源。说白了， FF 再怎么落魄，它也是个见过大世面的国际品牌，在资本市场里还有点剩余价值。对于国内这些产能有些过剩的大厂来说，接下这一单就像是给自家闲置的高端生产线找了个活儿干，顺便还能验证一下自己的技术实力。这笔账怎么算都不亏，车最后卖的好不好是后话，关键是这个合作本身就能带来巨大的曝光和话题。但话说回来，最大的问题，也是最根本的问题，依然悬在每个人的心头。现在还有谁会相信贾跃亭呢？这已经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信用问题了。想当年，他用一个生态化反的故事
画出了一张连接手机、电视、汽车的宏伟蓝图，听得多少人热血沸腾。结果呢，梦醒了，一地鸡毛。如今他又带来了新词儿 AI 具身智能生命体，听起来比上次还要高深莫测。这就像一个魔术师，上次表演失败了，这次换了一套更华丽的道具，但观众心里都打着鼓，这回的魔术不会又穿帮吧？消费者的记忆是痛苦而深刻的，信任这东西就像一面镜子，碎了一次，就算再怎么粘起来，裂痕也永远都在。所以贾跃亭这次能不能让那4家一线车厂不后悔签下合同，更关键的是能不能让这台看起来靠谱得多的 FX Super One 不再是镜中花水中月，而是真真切切的交到用户的手里，让他跑在真实的大马路上，这才是对他最大的考验。比起他是否能东山再起，我们这些吃瓜群众或者说潜在的消费者更关心的是他这次到底能撑多久，而那些代工厂们估计也早就备好了后手，只要车能按时造出来，不跳票，这场戏或许就能演得比上一轮要久那么一些，咱们就拭目以待吧。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